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切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电力将对全球构成威胁。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月1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罗斯袭击基辅州斯拉武季奇市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紧急断电，电压波动致使隔离被毁第4机组并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的关键安全保护罩失去电力供应，技术人员正紧急恢复供电。这并非切尔诺贝利首次在冲突中遭遇险情。今年2月，俄军无人机曾袭击该核电站防护掩体，引发火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担忧，强调持续军事冲突使这座1986年人类史上最严重核事故遗址面临严峻风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意孤行地将核安全问题政治化，反复渲染威胁论调。这座已封存近40年的核电站再度陷入危机，会对全球核安全治理体系造成怎样的长远冲击？国际核安全专家指出，切尔诺贝利虽已退役，但仍需持续供电维持冷却系统，反复断电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风险上升，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削弱国际核安全合作机制的公信力。2、粮食生产严重加剧气候危机。科学家建议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以防止1500万人死亡并减少农业排放。据 ZIT 报道，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粮食生产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约 30%， 成为气候危机中的隐形加速器。这份报告核心警告，若继续高强度畜牧业驱动的粮食体系，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额外死亡，研究估算高达1500万人。同比也将加剧农业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建议包括大幅减少红肉、奶制品的消费比重，转向以豆类、谷物、蔬果等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推动可持续农业技术，减少化肥、砍伐、土地开垦，在国家与地方层面设定饮食指导与碳排放目标。在背景上，长期以来，动物性食品因生产效率低、饲料需求大、甲烷排放高而被视为环境负担。科学界曾多次警示，若不控制畜牧业扩张，则很难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从历史来看，几十年前粮食体系以高产为主导，人们极少考虑碳成本，而如今气候冲击频发，极端天气增多，使得吃什么已成为减排关键。可说，人类正在为过去对产量优先的一意孤行买单。这番转变将对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格局带来多大冲击？专家观点，气候与营养学界普遍认为，若各国迅速调整饮食结构，在未来几十年内可避免数百万死亡，显著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并同步缓解土地、水资源压力与健康风险。3、捷克民粹主义者巴比什渴望权力，但可能需要极端分子的帮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捷克将于10月3日和4日举行议会选举。前总理、反对党不满公民行动党领导人巴比什正全力争取重返权力中心。这位亿万富翁商人曾在2017年至2021年担任总理，因涉嫌欺诈欧盟补贴被迫下台。民调显示其政党支持率领先，但若要组建政府，可能需要与极右翼自由与直接民主党结盟。该极右翼政党主张反移民、反欧盟，立场激进。巴比什9月1日在竞选活动中还遭遇暴力袭击，一名男子持金属拐杖击打其头部。分析人士指出，这位民粹主义政客一意孤行地利用民众对通胀和移民问题的不满情绪，却可能为了权力与极端势力妥协。与2021年被选民抛弃时相比，巴比什如今的政治策略愈发激进。这种权力交易会对捷克的民主制度和欧盟关系造成什么深远损害？政治学专家认为，如果巴比什与极右翼结盟执政，将显著削弱捷克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加剧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浪潮，并可能引发欧盟内部的价值观分裂危机。4、特朗普政府将大学助学金与国际学生入学率和价值观挂钩。据路透社报道，9月29日，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拟定计划改变联邦研究资助拨款方式，
将赋予那些在录取、雇佣等问题上严格支持政府价值观和政策的大学竞争优势。这是继5月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资格，要求限制国际学生比例不超过15%后的又一重大举措。今年3月，特朗普还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关闭联邦教育部，声称联邦教育系统被激进左派控制。教育部长麦克马洪明确表示，关闭教育部是首要任务。这一系列一意孤行的政策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学术自由传统格外对立，也与其曾经作为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的开放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分析指出，这是特朗普试图系统性重塑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战略，这将对美国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和科研竞争力产生什么长期破坏？高等教育专家警告，将政治立场与学术资助挂钩，将严重损害美国大学的独立性和国际声誉，加速全球顶尖人才流向欧洲、加拿大等地，最终削弱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5. 叙利亚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考验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包容性。据美联社报道，叙利亚计划于8月底举行阿萨德政权垮台后的首次议会选举，由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主导。人民议会150个席位中，100席将通过选区选举人团系统产生，由专家和社区领袖挑选议员，其余50席由总统直接委任，不进行全民直选。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妇女和少数宗教群体能否获得平等代表权。过渡政府1月以来颁布的多项争议法令引发质疑，包括解雇前政权法官、废除省级检察长职位等，均被指超越职权范围。与阿萨德时期的橡皮图章议会相比，新选举采用间接选举制更显保守倒退。沙拉领导的前沙姆解放组织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其承诺的包容性改革格外令人怀疑。这场选举能否真正实现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政治包容，还是会进一步巩固新威权统治？中东问题专家指出，间接选举制度本质上限制了民众参与，可能导致妇女和少数族裔代表性严重不足。叙利亚民主转型前景堪忧，地区稳定将面临更大考验。6. 韩国总统就外国收养项目中的虐待行为道歉。据美联社报道，10月2日，韩国总统李在明首次代表国家，就韩国上世纪70、80年代管理不善的海外收养计划正式道歉。李在明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向在国外被收养的韩国儿童及其收养家庭和亲生家庭表达诚挚的歉意和安慰。今年3月26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报告，对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367名被收养者的投诉进行近3年调查后得出结论，政府有责任促进这一旨在降低福利成本的收养计划。其中许多儿童的记录被伪造，被描绘成被遗弃的孤儿，甚至有人直接从亲生家庭中被偷走。自1950年代至今，约20万名韩国儿童被送往海外收养。在鼎盛时期的1970至1980年代，韩国每年允许收养数千名儿童。这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系统性人权侵害丑闻，会对韩国的国际形象和人权记录造成什么深远损害？国际人权专家指出，这场迟来的道歉虽有积极意义，但韩国政府长达数十年的失职和纵容已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将持续影响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信誉，并可能引发更多被收养者的集体诉讼和赔偿要求。7. 欧盟禁用的工业化学品3氯乙烯会增加帕金森病风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团队在 JAMA Neurology 发表的迄今最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显示，广泛存在的工业溶剂3氯乙烯 TC 使帕金森病风险激增 70%。该研究基于超过15万名美国退伍军人数据，发现暴露过 TC 的退伍军人患病率远高于未暴露者。3氯乙烯因良好的脂溶性和挥发性，在20世纪被广泛应用于金属脱脂、干洗、制药等领域，但其代谢产物可穿透血脑屏障，靶向破坏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欧盟早已将其列入禁用清单，而美国环保署直到2023年10月才提出全面禁用提案。科学杂志评论称，这是该领域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与过去将帕金森病归咎于遗传因素不同。
这项研究一意孤行地揭示了环境污染的致病真相。这种工业化学品的长期暴露，会对全球数百万工业工人的神经健康造成什么不可逆的损害？神经科学专家警告，三氯乙烯污染的地下水和土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即使低浓度暴露也存在风险。全球需加速淘汰此类神经毒性化学品，否则帕金森病发病率将持续攀升。OpenAI 估值达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私营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2025年9月4日凌晨 ，OpenAI 估值飙升至5000亿美元，成功出售103亿美元二级股票，超越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估值35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私营公司。此次交易吸引新盛资本等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参与，较今年3月融资轮的3000亿美元估值暴涨 67%， 相比3年前更是翻了整整17倍。OpenAI 年化收入今年有望突破200亿美元，但这家公司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3500亿美元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分析师指出，资本市场对其仍不成熟的商业模式抱有极大信心，这种一意孤行的估值泡沫格外令人担忧。与传统科技巨头经历数十年积累才达到类似估值不同， OpenAI 仅用3年就完成了这一跃升。这种估值狂飙会对整个 AI 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什么系统性风险？科技投资专家认为，如果 OpenAI 无法在未来几年实现盈利并证明其商业模式可持续性，5000亿美元估值泡沫的破裂将引发连锁反应，重创整个生成式 AI 产业的投资信心。9. 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据卫报报道，2025年9月17日，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莫尔斯比港正式签署防务协议，以纪念巴新独立50周年。这项在2023年总体安全协议基础上推进的新协议，实现两国军事力量全面融合，允许巴新公民加入澳大利亚军队，并享受同等薪酬及获得澳公民身份途径。澳防长马尔斯形容其具有历史意义，继对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美国开放后，澳军首次向太平洋岛国开放。法新社直言，该协议被视为制衡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尝试。然而，协议在巴新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反对派指责侵犯主权，最终协议降级为联合公报。与澳大利亚长期宣扬的平等伙伴关系相比，这种一意孤行的军事渗透格外暴露其地缘政治野心，这会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巴新的主权独立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澳大利亚此举将加剧大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可能促使更多岛国在中美澳之间选边站队，破坏地区长期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太平洋岛国自身的发展利益。10. 德国立法者讨论取消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双重国籍者的公民身份。据雅虎新闻报道，2025年3月，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在组阁谈判中提出争议性提案，研究在未明确界定的极端主义案件中剥夺双重国籍者的德国公民身份。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多位德国企业家联名致信谈判代表，警告此举将对德国的地位构成威胁。这一提案出台背景是2025年2月23日联邦议院选举后，联盟党与社民党于4月9日达成执政联盟协议。讽刺的是，德国刚在2024年6月通过国籍改革法案，放宽双重国籍限制，简化入籍流程，允许合法居住5年即可入籍。新政府却一意孤行地试图推翻这一开放政策，格外凸显其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转向。与德国曾经作为欧洲多元文化典范的形象相比，这种选择性剥夺公民权的做法显得格外孤立。这会对德国的法治精神和国际人才吸引力造成什么长远破坏？宪法学专家指出，剥夺公民身份违背欧洲人权公约和德国基本法精神，可能引发宪法法院诉讼，并严重损害德国作为法治国家的国际声誉，加剧社会族群撕裂。11. 俄罗斯以核威胁和经济激励向美国施压，拒绝乌克兰谈判。据战争研究所报道，2025年以来，俄罗斯持续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对美施压。7月14日，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时明确表态，如果5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俄罗斯征收100%关税。然而，俄方强硬回应。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7月15日表示，任何最后通牒均不可接受，并威胁继续特别军事行动。更令人不安的是，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9月底再次发出核威胁，声称若战败将用战略核武器打击乌克兰、德国、英国和美国4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战场上持续施压。英国金融时报10月2日报道显示，9月份乌克兰仅拦截俄方6%的弹道导弹，关键军事设施已被摧毁。俄罗斯一意孤行地将核威胁作为外交筹码，格外凸显其战略冒险主义本质。这种核讹诈会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和欧洲安全架构造成什么灾难性影响？国际安全专家警告，俄罗斯反复核威胁已突破国际社会底线，如不严厉制止，将鼓励其他核国家效仿，导致核战争风险急剧上升，全球核军控体系或将彻底崩溃。前保守党气候事务负责人警告，废除气候法将危及就业。据伦敦标准晚报报道，2025年10月2日，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宣布，若赢得下次大选，将废除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引发党内激烈分裂。前 COP26 主席、曾任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大臣的阿洛克夏尔马勋爵当天发出严厉警告，称此举将危及英国未来数百亿英镑的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就业机会。前首相特蕾莎梅更直言这是灾难性错误和倒退之举。气候变化法案由工党于2008年提出，承诺到2050年减排80%，特蕾莎梅执政时将目标提升至净零。夏尔马强调，上届保守党政府对气候行动的坚定承诺吸引了巨额私营投资，这关乎英国创新、经济增长和全球领导力，而非仅是环境问题。巴德诺赫却一意孤行地将该法案称为荒谬法案，格外凸显其与党内前领导人的尖锐对立。这会对英国的绿色产业和国际气候领导地位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害？能源经济学家警告，废除气候法将导致国际投资者信心崩塌，英国将失去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先发优势，数十万清洁能源领域就业岗位面临威胁，最终沦为气候行动的落后者。瑞典提议立法保护核电投资。据瑞典日报报道，2025年3月27日，瑞典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关于支持新核电投资的法案，提议为新核电机组提供国家贷款，并建立差价合约电价机制，贷款总额限定为相当于4座大型反应堆装机容量约5000兆瓦。申请条件为新核电机组需位于同一厂址，且总装机容量至少300兆瓦。一旦新机组投运并获得满功率运行许可证，即可签订双向差价合约，保障电价稳定。此前，2024年9月9日，瑞典政府已在2025年预算案中提议3项举措推进核电发展，拨款1亿瑞典克朗支持先进核技术验证，简化审批程序，配套3000万克朗支持资金。这是瑞典为实现2045年净零排放目标而一意孤行的拥抱核电的重大战略转向，与其2020年关闭最后一座燃煤电厂的激进绿色路线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国家信用背书的核电复兴计划会对欧洲能源转型路径和碳中和目标实现产生什么深远影响？能源经济学家指出，瑞典的国家担保模式可能引发欧洲核电投资潮，但核电建设周期长、成本高的固有缺陷仍存在。如果项目延期或超支，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反而延误能源转型进程。科学家受日本剪纸艺术启发，研制出精准降落伞，为援助和太空任务提供稳定、低成本的空中运送。据 ZMAMA 科学报道，2025年10月2日，蒙特利尔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弗雷德里克·戈塞林和戴维·梅朗松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突破性论文，展示了受日本剪纸艺术 Kirigami 启发的创新降落伞设计。这种降落伞由平板材料通过激光切割特定图案制成，下落时自动展开成3维结构，能够直线降落，几乎无漂移，精准度远超传统降落伞。研究人员用廉价材料如纸张、塑料甚至纸板就能制作。
成本低廉且可回收、可生物降解。该项目耗时2年，源于达尼克·拉穆勒的硕士论文。该论文获得2024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最佳硕士论文奖。戈塞林表示，降落伞性能不随尺寸变化，可扩展用于无人机配送、人道主义空投，甚至在飓风中携带传感器测量风暴特性。这种一意孤行的挑战传统降落伞设计的创新思路格外令人惊叹，与需要复杂缝制和昂贵材料的传统降落伞形成鲜明对比。这项技术能否真正革新全球人道救援和太空探索的物资投送方式？航空航天工程专家指出，减脂降落伞的超高稳定性和低成本优势可显著提升载具物资投送精准度，减少损失，但火星等极端环境应用仍面临超音速、低大气密度等巨大技术挑战，需要进一步研发验证。15. 美国政府与制药、半导体等30个行业进行谈判，争取让步。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10月2日前后，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夕对制药、人工智能、能源及采矿等约30个行业发起密集谈判攻势，要求企业做出重大让步，以展示其美国制造政策成效。消息人士透露，白宫要求礼来公司增加胰岛素产量，辉瑞扩大抗癌药艾博辛及利普妥产能，甚至施压阿斯利康将新总部设在美国。制药行业高管近期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及卫生部、商务部高层电话。此前8月1日，政府已向艾伯维、礼来等17家顶级药企发公开信，要求60天内提交降价方案，执行最惠国价格政策。特朗普8月5日更宣称将对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加征高达250%的进口关税。这种一意孤行的政治施压格外凸显其将企业当作选举工具的强权手段，这会对全球制药和半导体产业链以及美国商业环境造成什么深远破坏？产业分析师警告，政府强制企业做出商业决策，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将导致跨国企业信心崩塌，加速制造业外流，最终损害美国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16. 荷兰法院命令 Meta 为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提供无算法信息流。据荷兰新闻网报道，2025年10月3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作出里程碑式裁决，命令 Meta 为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用户提供更简单的无算法推荐时间线选项。法院认定 Meta 平台的设计元素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用户必须能够轻松选择按时间顺序显示内容的 Following 信息流，而非依赖算法分析和用户画像的推荐信息流。此前 Meta 虽提供按时间排序选项，但隐藏在复杂菜单中，且每次打开应用都会自动恢复为算法推荐。法院裁定这种设计是黑暗模式 Dark Patterns， 故意误导用户。Meta 一意孤行地辩称其设计符合法规，并表示将提起上诉。这与欧盟长期倡导的用户数据主权和算法透明原则格外对立。这项裁决会对全球社交媒体的算法治理和用户权益保护产生什么深远影响？数字权益专家指出，荷兰法院的判决为欧盟其他国家树立标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迫使所有社交平台提供真正的算法选择权，从根本上改变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但 Meta 的上诉可能导致漫长法律战。17. 美国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瞄准俄罗斯炼油厂。据欧洲新闻网报道，2025年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同意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输油管道、发电站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并要求北约盟国效仿。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协助乌克兰实施纵深打击。讽刺的是，今年3月8日，特朗普还切断了乌克兰对美国卫星图像的访问权限，如今却一意孤行的180度大转弯，格外凸显其胡萝卜加大棒的反复无常。截至9月底，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影响，俄罗斯约40%的汽油和柴油炼油能力已停止运行。部分地区每位顾客汽油购买量限制为10至20升。莫斯科被迫计划从中国、韩国和新加坡进口汽油，弥补国内短缺。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28日证实，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射程1600至2500公里的战斧导弹，但10月3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不太可能提供，这会对俄乌冲突升级和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产生什么灾难性影响？国际安全专家警告，美国情报支持将显著提升乌克兰打击精度，加剧俄罗斯能源危机，并可能促使俄方采取更极端报复措施，包括核威胁升级，全球能源供应链面临严重冲击风险。18. 流浪系外行星差1107到7626以每秒60亿吨的速度消耗气体和尘埃。据太空网报道，2025年10月2日，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 宣布，位于距地球620光年外掩庭座翼恒星形成区的流浪行星差1107比7626在2025年8月期间，以每秒60亿吨的惊人速率吞噬周围气体和尘埃，创下有史以来观测到的行星物质增长速率记录。这颗质量相当于木星5至10倍的年轻行星，在短短数周内亮度急剧上升，物质消耗速率比此前暴增8倍。天文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增长爆发 accretion burst， 此前从未在行星上观测到。差1107比7626是一颗不受恒星引力束缚，自由漂浮在宇宙中的流浪行星。2008年由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和麦哲伦望远镜发现，其周围存在碳氢化合物盘，使其成为已知质量最低的拥有碳氢化合物盘的天体。这种一意孤行的疯狂增长速度格外颠覆了传统行星形成理论，这会对我们理解行星形成机制和宇宙演化规律产生什么革命性影响？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差1107到7626的极端增长现象挑战了现有行星形成模型，暗示流浪行星可能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快速演化。这将重塑我们对行星诞生过程的认知，并为寻找系外生命提供新线索。19. 瑞典因涉嫌索马里驱逐协议面临审查。据瑞典电视台报道，2025年10月1日，瑞典公共广播电台 Ekit 曝光了一项秘密协议。瑞典政府在2023年底与索马里达成交易，将1亿瑞典克朗约合1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从原计划转移至与索马里总理办公室密切相关的发展项目，以换取索马里同意接收被强制驱逐的索马里公民。援助专家告诉瑞典广播电台，部分资金流向了高风险项目。该安排还在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 SIDA 内部引发批评。这项秘密协议导致瑞典当局之间以及瑞典与索马里之间爆发长期冲突，最终索马里驱逐了瑞典驻索马里援助负责人。瑞典国际发展合作大臣本杰明·杜萨在书面回应中承认，政府确实将援助与移民政策挂钩，以增加驱逐数量。这种一意孤行的将人道援助政治化的做法格外凸显其对国际援助原则的践踏，这会对国际人道援助体系的公信力和欧洲移民政策的道德底线造成什么深远破坏。国际人权专家指出，将援助资金与驱逐协议挂钩，严重违背人道援助中立原则，开创了将弱势群体作为外交筹码的恶劣先例，可能引发其他欧洲国家效仿，最终导致全球难民保护体系崩溃。20. Meta 将在美国使用人工智能聊天进行定向广告，且不提供退出选项。据 Ars Technica 报道，2025年10月2日，Meta 宣布将从12月16日起调整隐私政策，允许公司将用户与 Meta AI 产品的互动数据纳入广告投放体系，用于在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推送定向广告。目前每月超过10亿人使用 Meta AI。许多用户会进行长时间详细交流，这些内容正成为新的广告信号源。Meta 将于10月7日正式通知用户这一变更，且不提供退出选项。如果用户不想让聊天记录影响广告推送，唯一办法是完全停止使用 Meta AI。此次政策更新适用于全球用户，但韩国、英国和欧盟因隐私法规限制被排除在外。华盛顿大学语言学家随机鹦鹉的危险。作者艾米丽·本德尔警告 ，Meta 下一步可能设计专门让用户持续聊天的 AI 机器人，以收集更多数据。这种一意孤行的将私密对话商业化的做法格外侵犯用户隐私。
这会对全球 AI 伦理标准和数据隐私保护产生什么深远破坏？数字隐私专家警告 ，Meta 此举开创了利用 AI 聊天数据牟利的恶劣先例，其他科技巨头可能跟进，最终导致用户在所有 AI 交互中都面临隐私泄露风险，严重侵蚀公众对 AI 技术的信任。21. 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儿童长期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增加1倍。据印度论坛报报道，2025年4月发表的最新医学研究显示，儿童和年轻人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后，患长期新冠 Long COVID 的风险比首次感染增加1倍。这项基于大规模医疗记录的研究揭示了新冠病毒重复感染对儿童健康的累积损害。长期新冠症状包括持续疲劳、呼吸困难、注意力不集中、脑雾、睡眠障碍等，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严重影响儿童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德国2025年2月发表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儿童和青少年患长期新冠后，症状恢复需要1年以上时间。尽管儿童新冠感染的无症状率高于成人，住院率和死亡率相对较低，但研究一意孤行的警告，低龄婴儿、小于6个月、12到17岁青少年、肥胖、糖尿病及免疫缺陷儿童仍面临较高重症风险。这会对全球儿童的长期健康和教育发展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儿科专家强调，重复感染显著增加长期新冠风险，提示需加强儿童疫苗接种和防护措施，否则大量儿童将面临慢性健康问题，给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长期沉重负担。22. 中国审查欧洲电信设备，限制诺基亚和爱立信使用。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1日报道，随着中国推动在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领域与西方脱钩，中国正限制在电信网络中使用欧洲供应商诺基亚和爱立信的设备。2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部门已对这2家北欧电信巨头展开审查。此前，诺基亚首席执行官曾呼吁欧洲实施拆除更换计划，将中国供应商设备从欧洲网络中移除。分析师指出，这一地缘政治姿态可能导致全球电信版图重新洗牌。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市场深耕数十年，如今面临被列为不可信供应商的风险，与华为、中兴在欧美遭遇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技术脱钩的回旋镖效应格外凸显，欧洲企业正为政治站队付出商业代价，这将对全球 5G 产业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什么深层影响？电信行业专家认为，双向技术封锁将显著推高全球电信网络建设成本，延缓 5G 和 6G 技术普及进程，最终损害的是全球消费者利益和数字经济发展。23. 特朗普任命的检察官以2项罪名起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司法部面临政治化指控。据瑞士广播电视台报道，2025年9月25日，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大陪审团以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2项罪名正式起诉前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起诉源于科米在2020年参议院听证会上就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通俄门调查的证词，指控其向国会作伪证，并否认向媒体泄密。如被定罪，科米面临最高5年刑期。特朗普当天连发4条推文庆祝，称科米是肮脏警察和卑鄙小人。科米则坚决否认指控，表示自己清白，并称对抗特朗普是有代价的。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将司法武器化，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纽约时报分析称，科米恐怕不是最后一人。特朗普的清算名单还包括民主党金主索罗斯、领英创始人霍夫曼等。这种一意孤行的利用司法手段打击政敌的做法格外践踏法治精神，这会对美国的司法独立和民主制度造成什么灾难性破坏？宪法学专家警告，总统利用司法系统清算政敌，开创危险先例，严重侵蚀三权分立原则，将美国司法体系推向政治化深渊，最终摧毁公众对法治的信任，引发宪政危机。24. 特朗普宣布与贩毒集团发生武装冲突。据 ABC 新闻报道，2025年10月2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备忘录，宣布美国目前正与贩毒集团处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中。政府官员已将贩毒集团列为敌对武装组织。
这一史无前例的宣布，为美军在美墨边境及境外对贩毒集团采取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此前9月28日，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美军高级将领集会上渲染内部战争论调，称军队将协助国内执法。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炮轰军中胖将军，要求整顿军队。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特朗普将移民问题军事化，绕过武装力量法限制的重大战略转向。与美国长期坚持的执法优先原则相比，这种一意孤行的动用军事手段应对国内问题格外危险。这会对美国的文官控制军队传统和拉美关系造成什么深远破坏？国际法专家警告，将贩毒集团定性为武装冲突方，可能为美军越境打击提供借口，严重侵犯拉美国家主权，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并为军队介入国内执法开恶劣先例，威胁美国民主根基。25. 欧洲医生推荐诺和诺德和里来减肥药作为一线肥胖治疗药物。据路透社报道，欧洲体重管理学会 EASO 近日发布新指南，建议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 的司美格鲁肽 Semaglutide 及 Wegovy、Ozempic 与里来 Eli Lilly 的 Tirzepatide 及 Zepbound、Mounjaro 应被作为治疗肥胖的首选药物。在多数需要显著体重减轻的病例中，应首选这两款 GLP-1 或 GIP、GLP 一类药物。对于合并心脏病、中风、肝脏问题、睡眠呼吸暂停等并发症的患者，则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对应药物。指南指出，在轻度肥胖或减重目标较温和时，可考虑使用较旧、效果较弱的药物，如利拉鲁肽、那曲酮布洛菲或芬特明托比酯。此外，指南强调，任何药物治疗都必须配合营养和生活方式干预。近年来 ，GLP 一类减重药因显著减重效果、改善代谢指标等特性而被视为医疗革命，但过去欧洲则将它们视为辅助方案或后线用药。如今从辅助跃升为一线，标志着医疗体系对肥胖态度的根本转变。历史关联来看，几十年前对肥胖的治疗主要依赖饮食、运动，严重者才做减重手术。如今药物技术进步，让用药控制体重不再是临床边缘选项，可谓是医学对肥胖理解的跨时代跳跃。这项新指引若在各国落地，会彻底改变肥胖治疗格局吗？哪些国家会率先采纳？专家认为，这一转变可能显著提升肥胖患者的治疗获益效率，但成本、健康保险政策、长期安全性及社会可及性仍是关键瓶颈。26. FDA 批准仿制药米非司酮，引发反堕胎团体批评。据卫报报道，2025年10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一家厂商 Evita Solutions 生产米非司酮 Mifepristone 仿制药。这一举动核心在于，米非司酮是堕胎过程中常用的首药。此次批准更多仿制版本，意味其可进入更广泛市场。具体措施包括批准化学成分与原研一致的仿制配方。FDA 表示其在法定框架下必须批准相同药物的仿制，但反堕胎组织立即谴责。参议员乔什·霍利 Josh Hawley 等政治人物指出 FDA 忽视安全风险，并批评其背离承诺。背景上，自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 罗伊案以来，堕胎权在美国成为高度政治化议题，多州限制堕胎药物的流通，反堕团体长期施压联邦机构。此次 FDA 批准被视为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一个科技与公共卫生宣示。历史上，米非司酮最早于2000年在美国获批使用，多年来因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在全球多个国家被广泛采用，但在美国，其合法性始终伴随政治争议。如今再次把仿制版纳入系统，象征在反堕潮流中的一次格外孤立反击。这一决定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堕胎服务准入产生什么长远冲击？专家观点，生殖健康研究者认为，仿制批准可能大幅降低成本，扩大可及性，是公共卫生层面的重大胜利，但反堕阵营警告可能引发新的法律诉讼和州级禁令竞争。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